爆款联机、短剧市场的现象级统治从何而来？2026年初，短剧市场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洗牌。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、观众耐心越来越稀缺的时代，谁能在最短时间内抓住观众的注意力，谁就能掌握流量的命脉。而就在这个关键节点，一个名字迅速冲上热搜榜，并持续霸屏翟一营。短短1个多月内，《咒语夜》、《朱雀之吻》、《隐秘婚姻》3部作品密集上线，如同3枚精准投放的情绪炸弹，在不同时间段精准击中不同类型观众的情感需求。这种高频输出加题材差异化的策略，让观众几乎在1天之内就能在不同剧情世界中反复遇见它。更关键的是，这种密集曝光并没有引发审美疲劳，反而形成了强烈的期待心理。观众开始习惯性打开平台寻找他的新作品，甚至形成一种刷剧依赖。这种现象在短剧行业中极为罕见。如果说流量是入口，那么演技才是留住观众的关键。翟一营真正令人惊讶的并不是数量，而是他在不同角色之间的切换能力。在《朱雀之吻》中，她是青涩懵懂的少女，眼神清澈，情感表达细腻而克制；而到了《隐秘婚姻》，她则转变为在婚姻与现实之间挣扎的成年女性，眼神中多了一层复杂与隐忍。在《咒语夜》中，她又呈现出独立女性的理性与冷静。这种情绪跨度并不是简单的表面变化，而是通过细节完成的语气的停顿、眼神的闪躲，甚至是呼吸节奏的变化，都在传递人物内心的不同层次。观众不再只是看剧情，而是在解读人物。这正是他作品粘性不断提升的重要原因。在所有合作对象中，申浩南无疑是最特别的存在。4次合作并非偶然的重复，而更像是一种在不断试探与磨合中形成的默契进化。这种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搭档熟悉，而是经过市场反馈、观众审美与角色塑造3重验证后，逐渐沉淀下来的高效组合模型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不仅在演戏，更在共同构建一种被观众认可的情感语言体系。在《隐秘婚姻》中，两人的表现几乎达到了无缝衔接的状态。这种无缝，并不仅仅体现在台词的自然流畅，更体现在情绪的递进与接力。他们的对视不再只是镜头语言，而像是人物之间未说出口的对白。他们的沉默也不再是停顿，而是一种情绪的延展，甚至连争吵都带着层层递进的情感逻辑，而非单纯的戏剧冲突。这种细腻程度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被牵引，仿佛窥见了一段真实关系的切片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这种表演所带来的真实感正在悄然突破剧本本身的边界。观众开始不自觉地发问，他们之间的默契真的只是角色需要吗？还是某种更深层的信任与理解在支撑？正是在这种模糊地带中，真假难辨的魅力被无限放大。评论区的变化恰恰印证了这一点。观众的讨论早已从剧情走向人物，从人物延伸到演员本身。他们分析眼神，解读细节，甚至试图拼凑出戏外关系的蛛丝马迹。这种由角色 CP 延伸至现实联想的过程，本质上是一种情感投射。观众把自己对理想关系的期待寄托在两人的互动之中，而这正是当下短剧最具杀伤力的吸引机制之一。它不再只是讲故事，而是在制造可被相信的情感幻象。当观众愿意沉浸其中，甚至主动参与解读时，作品的生命力便被极大延长，演员的影响力也随之被放大。在某种程度上，申浩南与翟一营的组合已经不仅仅是荧幕搭档，更成为一种可以被复制、被研究，甚至被追逐的内容范式。从表面来看，多部作品同期上线似乎存在内部竞争，但实际上这种策略形成了明显的流量叠加效应。观众在观看一部剧后，
很容易被推荐另一部同主演作品，从而形成连续观看行为。这种内容闭环极大提升了用户停留时间。更重要的是，不同题材满足了不同情绪需求。夜晚深度思考，触发反思，这种时间段情绪匹配，让作品不仅是娱乐，更成为一种生活节奏的组成部分。平台算法也因此不断强化推荐，使得宅一营的曝光呈指数级增长。过去，短剧常被贴上低成本快餐的标签，似乎只是碎片时间里的消遣填充，剧情简单，制作粗糙，情绪浅表。但如今，这一固有认知正被迅速打破，甚至可以说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价值重构。以翟一营为代表的新一代演员，正在用更具层次感的表演方式、更高密度的信息叙事，以及更精准直击人心的情绪传递，为短剧注入前所未有的生命力。他们不再依赖夸张桥段来制造爽点，而是通过细腻的情感铺垫，让观众在短短几分钟内完成从共鸣到沉浸的情绪转化。每一个眼神的停顿，每一句台词的轻重变化，都成为推动剧情的重要力量。这种对细节的极致打磨，使短剧不再只是快，更开始具备深。与此同时，观众的审美也在悄然升级。他们不再满足于单一的情节刺激，而是开始主动寻找更具现实映射意义的内容，关于爱情的选择，关于自我价值的确认，关于成长与代价的思考。短剧因此逐渐从短暂逃离现实的窗口，转变为理解现实、对话内心的媒介。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，演员的角色也发生了本质变化。从过去依赖流量曝光的工具人，到如今真正驱动内容质量的核心力量，他们需要承担更多创作责任，也必须具备更扎实的专业能力。可以说，短剧的崛起不只是形式的革新，更是一场关于内容、表演与观众关系的全面升级。翟一营的成功，并不仅仅是个人的胜利，更是整个行业转型的缩影。它证明了一点，在内容高度竞争的时代，真正能打动观众的，依然是真实的情感和扎实的表演。未来的短剧市场或许会更加残酷，节奏更快，淘汰更激烈，但同时也会更加精彩。那些能够持续输出高质量内容，不断突破自我的演员，才有机会站稳脚跟，而观众也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为更理性、更有审美能力的内容选择者。感谢你看到这里，或许你已经看过这些作品，也或许你正准备点开第一部。那么，我想问你几个问题：你认为短剧的未来会取代传统长剧吗？演员的高频曝光是优势还是隐患？在娱乐至上的时代，我们是否还在寻找更深层的情感价值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如果你也关注影视行业的发展与变化，不妨继续关注，一起见证这个时代的内容进化。